Hello，大家好，我是宽恕。我们今天要来做的塔罗牌测验是：未来的你想要对你说什么呢？那今天这个测验其实没有时间限制。那我们连到未来的讯息，有可能是3个月、半年之后的你要给你的讯息，也有可能是3、5年后未来的你他想要给你的讯息，都不一定。那我们现在先静心冥想一下，调整你的呼吸，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心轮，想象你的脚底下有一颗地球，地球的中心有一道巨大的白光，白光往上贯穿你的身体，贯穿你所有的脉轮，感觉你的全身都被白光浸满。想象你被一颗光球给包围，你感觉你脑袋中的思绪都消失了，整个身体都放松了下来。再深吸一口气，吸进白光，吐气的时候，将所有的负面情绪通通吐出来。再深吸一口气，你感到身体前所未有的轻盈、放松，还有平静。在吐气的时候呢，就可以慢慢的睁开你的眼睛。好的，我们今天这边有3组选项。这是第一组，这是第2组，近一点给大家看。然后这是第3组，你可以看哪一组对你来说最有感觉，或者呢，你想要选3组中的2组也可以。那如果你觉得你想要3组讯息都听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截取对你有用的讯息，以及呢可以去看到你自身看不到的一些盲点。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这一次的大众占卜。我们现在要抽的是第1组的选项。我们来看看第1组的朋友，未来的你们想要对你们说什么？有什么话想要提醒你，或者是说想要让你不要白费功夫啊，或者是说让你轻松一点的讯息？我们先抽3张牌。我觉得第1组的朋友，未来的你好像是想要跟你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因为从牌面上来看，其实你是一个思绪很发达，然后也很敏捷的一个人，心思算是比较细腻，然后对未来其实是有所期待的。但是这边未来的你，他想要跟你说，你不要太过于就是去汲汲营营去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啊，因为想这些事情可能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而且它也是一种
想多做少的情况，因为从牌面上看起来，其实能够让你去行动的事情其实是很少的。那你大部分都在想，那你想了之后呢，你可能一开始会很一头热的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你这件事情可能一下子就热情就冷却掉了，有种虎头蛇尾的感觉，或者是3分钟热度。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你啊，他想要跟你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很多事情直接去做，可能比你去想还要来的帮助多得多。然后这边有一张钱币9的逆位，我倒觉得说这张牌可能代表你在生活上啊，需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你自己的消费或者是购物的状况。他可能在跟你说，你有可能会有一些冲动购物或者是冲动消费的情况哦。因为我觉得钱币9它还是比较代表是物质跟金钱的那搭配这些，这张宝剑骑士其实也有网络的讯息，那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冲动的一个角色嘛。所以你要特别小心你的钱包啊，会不会就是不小心刷卡然后就刷爆了，或者是说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我看的这个东西好棒哦，它好像对我来说很有用，然后一不小心就花太多钱去了。我们再看有没有更具体的建议。这边我觉得他也是想要跟你说，你还是要有所成长，在你的心态层面啊，其实你是很聪明的，因为你是一个思考很敏捷的人嘛，其实你是很聪明的，你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但是呢，你自己被自己的想法、被自己的框架给绑住。给束缚住，就会导致你什么事情其实都有一点不太敢踏出去，或者是说比较不敢去做这样的状况。但是未来的你，他想要跟你说，其实凡事万事起头难啊，不管说今天是你要做生意也好，你要去谈一段感情也好，一开始绝对都是最困难的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看起来很难，或者是说它看起来很不容易成功，我们就不去做它。这样的话，我们会一直卡在一个自己想法的框架里面吧。就当我一直在想，然后没有去动作的时候，我就会变成有点像一滩死水，然后可能在我的心灵层面，我觉得我不用白费功夫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有一些事情真的是你要去做了，你要去体验的，你才会去学习到东西，你才会去知道说，我要怎么去调整我现在的生活。第一组的朋友在这边比较少感情上面的讯息，然后在沟通上面，我觉得也是，可能也是比较不良的哦。如果说你今天是有对象，或者是说有喜欢的人，你在跟你身边的人做沟通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处在你自己感觉良好，或者是很多事情你也不太想要公开说出来这样的情况。你都是在心中自己默默的想，然后默默的承受，默默的消化，但是在沟通方面呢，其实是还蛮欠缺理性跟逻辑，这样比较有条有理的沟通。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你，他要跟你说，也许你可以多多的去练习表达能力。
我又抽到一张跟讯息有关的牌，它就代表说你在最近这些日子啊，可能会在生活上遇到一些转机。那这些转机呢，有可能是你过去累积的课题，或者是逃避的课题。这张审判牌它就像期中考、期末考一样，然后你考不过就会一直考，会一直重复啊。但是呢，这也代表说你又有一个新的机会，只要你把这个你过去的课题把它解决，其实你是可以向前走的，你是可以向前去冲刺啊，不管要做什么都可以。而且今天的牌面上都很缺乏火元素啊，代表说你真的很缺乏动力跟热情。好，这边给你个建议。我觉得，要成长可能就要多做一些跟人家合作，或者是说在你的工作上好好的去学习，然后好好的从挫折中去学到经验。所以今天第一组的朋友，我觉得未来的你，他要给你的讯息，大部分都是在生活跟工作上的讯息啊。生活跟工作，感情上面的话，如果说你比较注重感情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沟通的部分。那在生活跟工作上呢，就是要踏出去，然后要对未来有热情，要对未来有所期待，并且呢去解决你过往的一些课题。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懂，到底什么是课题？课题就是你在生活中任何感到不舒服，或者是你卡在心中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说，我去菜市场买菜，遇到了一个可能我在这个摊商这边买贵了，或者是说被话术了，然后导致我不小心花太多钱在这个地方，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嘛。那我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它。那我们可以解决的方法有几种，可能你可以选择自己消化掉就好。但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办法消化掉，你就要选择可能就是跟这个摊商去理论啊，或者是说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不能让这件事情一直卡在你的心底，那就会变成问题没有解决，下一次就会重新再来过。所以我觉得今天给第一组最重要的讯息，就是要去面对自己内心曾经卡住的那些事情，要去解决它。再来就是要去动作，要有热情啊，然后要有开始的动力，不要想多做少。好，那以上就是给第一组朋友的讯息。我们现在来抽第二组的塔罗牌，看一下未来的你要跟你说什么呢？有什么事情要去提醒你的？一样先抽3张。往下看一下主讯息，主讯息是力量牌，然后跟金钱有关。好，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未来的你，他想要跟你说，现在你的努力跟你的一些忍耐，其实在未来是会有回报的。不管说你今天在感情上啊，或者说在事业上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你可能会为了一个理想或者是一个目标忍辱负重，你可能会压抑自己，会去忍耐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上班族，那你为了你的退休，或者是说你为了想要就是赶快存到一笔钱，那你不得不在一间公司或者是
做着你不喜欢的工作，然后每天就是在一个很高压的状况下去承担这些压力啊，承担这些责任。但是你的忍耐跟你的压抑，其实在未来都会得到回报，而且未来的你，他想要跟你说，这些回报是有实质的收获的哦。比如说像钱币女王，她可能就代表说，你的未来的回报可能是会得到他人对你的评价，或者是说，他人会觉得，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很棒，所以他们会反过来想要去照顾你，或者是说提供你一些资源。那钱币国王就更不用说了，就代表说你可以得到很丰厚的资源，甚至有贵人他可以来去帮助你，来去让你的事业去做一个推进的状态。那如果说在感情上，我会比较建议说不要压抑内心的情感，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是工作上的压抑，在工作上的压抑可能还会有金钱的回报，但是在感情上面的压抑往往都是得不到任何的回报跟补偿的。比如说我今天很喜欢一个人，我可能为了他我可以改变自己，我可以去减肥，然后我可以让自己去变漂亮，但是这样做你真的开心吗？还是说你压抑了一部分的你，但是在对方的面前你没有展现真正的自己？其实这样也是一种有点委曲求全，或者是有点病态的关系啊。所以不管在工作还是感情上啊，你都要注意到你这种压抑跟你这种忍耐啊，不能没有界限。如果没有界限，你很容易就会爆炸。爆炸的状况可能就是会被心中的那种黑暗面或者是欲望给吞噬掉。你就会想说，哇，我做那么辛苦，然后结果都看不到回报就算了，然后可能就整个那种负面的情绪就燃起来。所以不管是忍耐还是压抑，都不要过头啦。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做你自己就好。你可以去展现你心中别人看不到的那一面，然后去说出你心中真正想要说的话。当我们心口不一的时候啊，其实那个能量啊就会越来越弱，它是一个递减的状态，你的心就没有在运转嘛。那当你心口合一的时候，你的心是热的，然后你对未来是充满期待的。再看一下星星牌，我觉得未来的你也是在跟你说，其实你要期待你的未来，而且你的未来一定是丰盛，成果非常的丰盛啊。而且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逢凶化吉，不会有什么让你感到很挫折或者是说很失败这样的感觉。然后也有机会在工作上啊，或者是说在投资上面有一些还不错的收获。这边我看起来我觉得是在投资上还有偏财运其实还不错，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啊，意想不到的回报。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在于你的压力有点太沉重了，你是给自己很大的目标，然后并且扛下很重的责任。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在工作上、事业上，其实你们是感觉我会觉得你们是辛苦的啦，但是这个辛苦是有回报的，只是说前面我们也提到，任何事情都不要做过头啊，该休息的时候就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不然你的身体可能就是会承受不住压力。然后在牌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缺乏了一些风元素跟水元素，这边指的是小牌。我再帮你看一下，
因为如果少了水元素的话，你跟你周遭的人其实情感连结就没有那么的深，你表现出来的可能都是一个表面，然后跟一个面具，你比较容易去伪装自己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太容易跟你身边的人交心交流，或者是吐露出你的真心话这样。但你可能最近都是在工作上面的讯息耶，你可能最近真的都汲汲营营在你的工作上面，并且想要证明，想要赶快有一个收获，然后想要证明你的这个成果其实是在未来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这边还是要提醒你，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你真的很忙，然后压力很大，这个我都知道。但是呢，人生也不一定只有工作啊，不一定只有事业。或许我这边帮你抽一张建议牌啊，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压力太大，你这样真的会让自己承受不住啊。虽然未来的你他想要跟你说你一定会得到回报，但是你还是要先在当下顾好自己的身心灵。我觉得这张建议牌它很明显的跟你说，其实你可以去找寻你身边的人来帮助你，因为它是教皇牌，代表说你一定有年长的长辈，或者是说一些哥哥姐姐，他是你的贵人啊，或者是说你公司上的主管跟老板，你去寻找他们的帮助，他们一定会很乐意的帮助你，或者是指导你，所以你不用不好意思，也不用把责任都扛在自己的身上。你愿意开口的话，或者是说，你愿意让他们知道说，你现在压力很大，需要一些帮助。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去取得资源的，而且他一定会对你是一个你生命上的贵人。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你，他想要跟你说，凡事都不要自己一个人扛着啊。与其这样，你去找一个团队合作，或者是去寻求帮助，这样的话对你来说才是一个最好的状况。第二组的朋友辛苦了，希望你们都可以好好的享受你们的成果跟收获。我们现在来抽第三组，第三组是这个，我们来抽一下第三组的牌。看一下未来的你要给你什么样的讯息呢？感觉最近有在秘密的修行，或者是说秘密的进修，然后让自己不管是内在也好啊，你的知识也好，都获得了一个相当大的提升。但是在心灵上面其实是有一点匮乏，就会有一种觉得自己还不够，然后还想要更多，还想要学习就是会一直想要充实自己啊，但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这样的感觉。我要抽3张牌看一下。然后其实内心也会有一些矛盾跟打架的状况，有一些人他可能是跟身边的人有一些冲突。如果说是感情上面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冲突啊，或者是吵架，然后导致你现在是想要自己一个人的状况，或者是说其实你也付出了很多努力，然后也付出了很多的心力，你想要维持不管是感情也好，或者是你的工作也好，但是呢现在就是处在一个大家争论不休啊，然后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他的这个想法跟目标都不一样，导致你跟你的团队或者是你的对象其实就都是一个两个不一样的方向上面啊。
但是你的心里其实我觉得是比较煎熬的啦，就是其实你是希望这些关系跟状态是可以越来越好的。我再帮你看一下其他的牌面哦。而且在沟通上面也是需要做一些处理，因为从牌面上看起来，在沟通上面是很缺乏的。可能有一些人他不想要把话说开来，或是太过坚持自己的想法。再看一下其他的牌。今天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工作生活上面有问题耶。我觉得你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但是在短期内是没有办法看到太多收获的。我们有抽到一张皇后牌，它其实代表说你现在是在一个比较充足资源充足或者是比较丰盛的一个环境，但你要再往前成长，再往上去变得更好啊，然后变得更加的丰盛，其实是需要时间，然后需要等待的，然后它也需要你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然后去尝试一些你可能过去没有做过的那你必须要去突破啊，必须要去承担这些压力，才有办法让自己再往下一步去前进。如果是感情的话，我会觉得说感情现在应该是有点卡住的状况，然后加上双方可能有一些意见不合、争吵的情况，导致没有办法再向前。那你自己可能也在想说，那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这边我还是跟你说，你现在如果很辛苦很累，那我就会建议你，那不如你就放弃吧。但是放弃之后呢，你前面做的都前功尽弃啦。放弃就等于你把你前面做这些努力都放掉了，所以这个选择权还是在你的身上啊。只是说我会希望你不要那么的辛苦，或者是那么的纠结啊。然后这边也缺乏水元素跟风元素。缺乏风元素，我倒觉得是比较缺乏缜密的思考啊，然后跟对方的沟通。在感情上面也是需要好好的跟对方沟通，好好的讲出自己心中的话。这边缺风又缺水，代表没有任何的交流，然后都是一些比较冲动的言语啊，比较幼稚不成熟的互动。再来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未来的你还要跟你说什么呢？抽到太阳，未来的你他想要跟你说，其实一切都会过去的。虽然你现在好像有点看不到希望，然后也有点想太多，或者是说心中很乱啊，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未来一定会有一个符合你期待的结局啊。太阳牌也代表说，你可以找到你未来的方向，并且朝着你想要的那一条路去走，然后去试。然后这边有抽到一张杯3啊，它其实也代表说，情感上面的交流，在未来其实是可以实现的。虽然你看这些牌，它都是火，然
后有土都是火跟土，火跟土的感觉都是一个比较，一个是比较主动，一个是比较被动，但是呢都没有情感上面的交流。一个火都是外放的状况，然后都是我在外面跟人家可能争斗啊、表现啊，或者是说就是去积极的去尝试一些事情，但是成果效率没有那么的好。那土元素它跟你说的就是说，可能有时候你会固执己见，会有一些坚持的地方。就是也不太容易让步，那这样的话都是一个很阳刚的状态啊。但是未来的你，他给你建议，你可以跟人家好好的去交流，好好放软你的姿态，然后这种交流其实是出自于你内心的，就你内心真正的想法，跟你真正想要说的话，不用怕不好意思表达，因为这张牌。侍者牌它也是代表，其实你心思也是很聪明、很敏捷的啊，只是说你不知道要怎么把你心中想说的话给表达出来，然后把它给好好的阐述，或者是也会有一点不好意思讲。那我觉得今天不管在感情、工作上啊，其实沟通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沟通不一定只有讲话，不一定只有用言语表达，你可以用文字，然后你可以用你的肢体动作，或者说，你一个表情，一个脸部上面的表情，都可以让人家知道说，好像不太对哦，就看你表情不对劲，他应该就知道说，就会比较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不用去吝啬于表达这件事情啊。好的，那未来的你可能跟你说，可能在1年内吧，这个讯息感觉是在1年内一切都有好转的可能不管是在你的感情或者是工作上，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值得让你付出的目标，跟让你去前进的方向。好，这个就是给第3组朋友的讯息。